中国经济这次是真的要贵了。2025年才刚迈进第3个月，1至2月进出口数据一公布，简直是晴天霹雳，进口暴跌 8.4%， 出口增长仅 2.3%， 双双拉胯，连经济学家都看傻了眼。这还没完，美国那边川普挥舞关税大棒，直接给中国商品加征 10%， 摆明了要往死里整。中国呢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内需求萎缩，进口继续瘦身，出口那点可怜的正增长，还得靠只吐不吃的畸形结构硬撑着。170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听着挺唬人，可这点钱能救中国这艘破船吗？别急，咱们先看看这数据有多惨。海关总署2025年3月7日甩出的数字，按美元计，1至2月中国进口 3694.3 亿美元，同比暴跌 8.4%， 比经济学家预计的 1% 增长差了10万8千里。出口 5399.4 亿美元，增长 2.3%， 愣是没达到路透社预测的 5%， 更别提跟2024年12月 10.7% 的高光时刻比了。用人民币算账也好不到哪去。2025年前2个月进出口总值 6.54 万亿，同比下跌 1.2%， 出口 3.88 万亿涨了 3.4%， 进口 2.66 万亿却缩水 7.3%。 这数字100，谁还敢说中国经济没问题？更要命的是，这一切都发生在中美贸易战白热化的节骨眼上。2025年3月4日，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 10% 关税正式生效，中国立马反击，对美国农产品开征 10% 至 15% 的报复性关税。这仗打得热火朝天，可中国经济却像是被抽干了血。进口萎缩，说明国内需求已经烂到根上了，出口那点增长还得感谢东南亚和欧盟勉强捧场。可这点安慰奖能撑多久？川普要是再加把劲，中国经济仅剩的这点命根子，怕是要被连根拔起。先来细扒一下这1705亿美元顺差是怎么来的。2025年1至2月出口 5399.4 亿，进口 3694.3 亿，一减就是1705亿，听着挺美。可这背后藏着多大的危机？进口跌 8.4%， 说明中国压根没胃口吃外面的东西，工厂开工率低迷，原材料需求暴跌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5年2月制造业 PMI 跌到 49.1， 连续第6个月低于荣枯线。反过来，出口涨 2.3%， 靠的是啥？低价经销呗。中国或在美国、欧盟市场上拼命压价，硬是用薄利多销挤出一条活路。可这路子还能走多远？再看贸易伙伴的数据，更让人心寒。东南亚东盟是中国第1大贸易伙伴，2025年前2月贸易总值 1.03 万亿人民币，涨了 4%， 占外贸比重 15.8%。对东盟出口 6266.8 亿，涨 6.8%， 可进口 4066.5 亿，却跌 0.2%， 这不就是典型的只卖不买吗？欧盟这边更惨，贸易总值 8333.4 亿，跌 0.2%， 对欧出口 5682.6 亿，涨 1.8%， 进口 2650.8 亿，却缩水 4.3%。美国呢？贸易总值 7336.7 亿，涨 3.5%， 对美出口 5431.3 亿，涨 3.4%， 进口 1905.4 亿，涨 3.8%， 可这点增长完全是被关税压着喘不过气的结果。这组数据100，问题就出来了，中国经济全靠出口撑着，进口却像个病秧子，半死不活。世界银行2025年初就警告过，中国这种只吐不吃的贸易结构，迟早把自己玩死。果不其然，2025年这开局直接被现实狠狠扇了一巴掌。
说到这儿，不得不提川普这尊大佛。这位关税狂人2025年重掌大权后，就把中国当成头号靶子。10%的额外关税只是个开始。据彭博社2025年3月爆料，美国商务部正酝酿更狠的招数，可能对特定中国商品加征25%甚至更高的关税。更别提那$800小包裹免税政策的命门，早在2024年就被掐断。中国跨境电商巨头拼多多、速卖通直接被打得满地找牙。这关税一加，影响有多大？根据摩根士丹利2025年2月的测算，中国对每出口商品平均价格得涨15%至20%，不然利润就得被吃干抹净。举个例子，一个卖$10的中国产 T 恤，加10%关税后，成本直接到$11，可美国消费者会多掏这$1吗？答案是不一定。Statista 数据显示，2024年美国零售市场对中国低价商品的依赖度高达35%，可一旦价格优势没了，美国人立马转向东南亚甚至墨西哥货源。到时候中国出口那点2.3%的增长，怕是要变成负数。更惨的是，这波关税还带起了连锁反应。中国对美农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，美国立马把大豆、玉米订单转给了巴西和阿根廷。根据美国农业部2025年2月数据，2024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金额高达180亿美元，可2025年前2月，这个数字已经缩水了12%。外有川普穷追猛打，内有需求崩盘，中国经济这艘船真是四面漏风。进口跌8.4%，反映的不仅是工厂没活干，更是14亿消费者的钱包瘪了。根据中国社科院2025年1月的报告，2024年居民消费支出同比下降了3.5%，零售总额增长仅1.2%，创下20年新低。老百姓不敢花钱，企业不敢投资，经济学家们说的好听点叫内需疲软，说的难听点就是经济半瘫。再看出口这边，2.3%的增长看似有点希望，可背后全是血泪。商务部2025年2月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出口商品平均利润率只有4.8%，比2020年少了整整3个百分点。这意味着啥？中国企业为了保住订单，拼命压低价格，连喝汤的份儿都没剩下。可现在关税一来，这点利润直接被吞噬殆尽。根据中国贸促会2025年3月的内部调查，1至2月已有15%的中小出口企业订单量下降超30%，其中一半已经开始裁员。更吓人的是就业数据，中国国家统计局还没公布2025年1至2月的失业率，可根据智联招聘2025年3月的统计，2025年前2个月全国新增就业岗位同比减少了18%，制造业和外贸相关岗位更是暴跌25%。这背后是多少家庭的饭碗被砸碎？如果按2024年外贸直接带动6000万就业来算，这次进出口拉胯，至少有500万打工人得喝西北风。1705亿美元的顺差，乍一看像是黑暗中的一盏灯，可仔细一算，这点钱根本救不了命。财政部2025年2月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外贸顺差总额高达8230亿美元，可2025年前2月才1705亿，同比缩水了10%。更别提这顺差背后是进口暴跌8.4%的代价换来的。换句话说，中国是用勒紧裤腰带硬撑出来的顺差，可这能撑多久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初就警告过，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顺差，迟早会把自己逼上绝路。果不其然，2025年这开局直接让 IMF 的预言成真。出口增长放缓，进口持续萎缩，
1705亿顺差听着不少，可分到14亿人头上，人均才120美元，这点钱能拉动经济？别逗了。路透社分析师直言不讳，中国经济剩下的唯一亮点就是靠出口硬撑，可川普要是再加码，这最后一块遮羞布也得被扯下来。到时候顺差没了，订单没了，中国经济还能靠啥？眼下这局面，中国经济真是内外交困，外有美国关税重锤，内有需求雪崩，1705亿顺差看着挺唬人，可撑不了多久。根据高盛2025年2月的预测，如果中美贸易战再升级，中国2025全年出口增速可能跌到0以下，顺差缩水到5000亿以下。这意味着啥？外贸这个发动机熄火， GDP 增长直接跌破 3%， 几千万打工人得卷铺盖回家。更扎心的是，中国企业压根没招。有的老板想着转战东南亚，可东盟市场才多大？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25年1月数据，东盟2024年进口总额不过 2.5 万亿美元，中国想全吃下来压根不现实。更别提东南亚国家也在加关税，防着中国货了。有的企业想着内循环，可老百姓没钱，内需咋循环？现在的问题是，这场贸易战才刚进入白热化。知情人士透露，美国正考虑2025年下半年把关税加到 25%， 甚至直接禁运部分中国商品。中国这边呢，除了喊几句坚决反击，压根拿不出硬招。1705亿顺差听着挺美，可这点钱连川普的关税大棒都挡不住。说到底，中国经济这些年的增长全靠外贸这根独苗。可现在川普一刀下去，这根苗眼看着要断了。商务部还在那喊高质量发展，可这现实摆在眼前，谁还信啊？要我说，中国经济与其在这死撑，不如早点认清现实，不然这波寒冬不知道要冻死多少人。